陛下，该喝药了。朕命不久矣。陛下洪福齐天，龙体一定会很快痊愈的。这是老天爷对朕的惩罚。瘟疫是老天爷对朕的警示。朕逆天而为，注定有此一劫。瘟疫已经被太子殿下控制住了，太子殿下代陛下福泽万民，这也是陛下的功劳啊！太子，来，扶朕起来。陛下小心，陛下还是先把药喝了吧。朕要逆诏，朕要传位给太子。明日召集大臣觐见，朕要昭告天下，太子仁德，可替朕福泽天下。是。今日是你们执行的最后一个任务，只许成功，不许失败。是。外面是什么声音啊？怀六，上！小怀流，没有我不行吧？那有什么办法呢？外面到底什么声音啊？你闭眼干嘛？以为我要对你做什么？该睡觉了。然后，少年找到了属于他的鸢尾，守着他的花，永远幸福、快乐的生活。这怎么听起来这么耳熟啊？有吗？分明是你拿我讲过的故事揉在一起瞎说的。好吧，被你看出来了。快睡吧。主子，宫内传来消息，陛下病重难医，恐年寿难永。萧旭是怕陛下突然薨逝，太子会名正言顺的继位，所以才迫不及待的动手。萧旭既然已经有所行动，怕是已经留有后手了。明日你要赴的不是皇下戒宴，而是一场鸿门宴。鸿门宴罢了，比起刘国为之，不足为惧。明日恐怕会有一场恶战，太子府也难以幸免。
怀柳，明日一早我离府之后，你便送郡主回宁王府，务必看到他进门之后再离开。主子，那你呢？只要他安然无恙，我便没有软肋，萧旭赢不了。明日，我会带郑国公府的私兵，在宫外接应你。若宫门有异动，我便杀进去。怎么有种暴风雨来临前的宁静感？郡主，哎，怀柳，怀柳，萧敬腾呢？怎么今天起来就没见着他？主子今日有事外出，特命属下留守府中。主子说，郡主自益州回来，离家多日，想必会思念宁王。待郡主醒来，便让我护送您回宁王府。怎么突然要我回宁王府啊？怀柳，你老实告诉我，萧星恒到底在哪？太子殿下到！皇兄还是这般爱摆架子，吸引所有人的目光。儿臣来迟，参见父皇。事情的前因后果便是如此，所以主子一定得先护好您，才能心无旁骛地对付萧旭。怀柳，你帮我办件事。郡主尽管吩咐。本郡主今日要在威园大设宴席，宴请百官家眷，共赏威园盛景。主子这还在，您就开席，不合适吧？你想什么呢？郡主放心。不算迟。看来父皇病重难愈，如今已经传遍朝野。诸位心里已经择好了明主，只是父皇还安然无恙坐在此处，诸位便如此迫不及待，莫非是想逼宫？皇兄此言差矣，识时务者为俊杰，他们不过是做了最正确的选择。父皇年迈病重，也不宜为朝政与百姓忧思，不如早些退位，颐养天年。好，本宫作为太子，尚不能接下江山社稷的重担，三弟倒是比父皇和本宫还着急。无妨，皇兄如今也就只能逞嘴皮上的功夫了。父皇，儿臣认为太子名不符实，碌碌无为，难堪大用。今日结宴，儿臣恳请父皇废黜太子萧星恒，改立储君。
李小姐，你怎么会在此？我也想问赵夫人，你怎么？郡主请柬上分明写了只请我一人。我的请柬上面也是这么写的。我的也是。郡主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宴请之事，是本郡主欺骗了各位。今日请各位前来，是想借各位的命，解我夫君危困。快！郡主，您这是在说笑吗？我们这里这么多人，您是要把我们都杀了吗？赵夫人说的是，不过我今日可以杀了你，明日也可以杀了他，这样间错开来，既不会显得太慈悲，也不会显得太残忍。我们都知郡主仁慈，救了无数瘟疫的百姓，又怎会滥杀无辜呢？就是啊，很不巧，本郡主很是善变。平日里葬不了花，但今日葬得了你。若各位夫人好好配合的话，倒还是有商量的余地的。岂有此理！我今日就要出去，你能奈我何？我想，你还没有搞清楚。我的意思是，今日无本郡主令，擅出威远者，就地诛杀。你敢？你可以试试，我敢不敢？诸位请放宽心，既然大家都是来赴宴的，本郡主定会保大家安全。至于多久能回府，相信不久后就会有结果了。小婿，谁给你的胆子，啊？直呼太子的名讳？太子，父皇，您忘了，儿臣刚说了，废除太子，改立储君。一国太子，岂是你说废就废，说立就立的？你可将朕放在眼里？你可有问过满朝的文武百官？文武百官？诸位大人，既然父皇都问了，那便请诸位来说说，这太子可不可废？陛下，太子自归国之后碌碌无为，毫无建树，又体弱多病，极易早夭，不宜继承大统。赵夫人，赵大人不过从五品官，他的俸禄怕是难以支撑这账本上的流水吧？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陛下，太子从小入刘国为质，只怕早已胸无大志，难当大任了。李大人这外交使臣做的倒是称职，与他国臣子的来往信件有数十封，卖国求荣，真是吾辈楷模呀。陛下，太子长于刘国，难保不会包藏祸心，又从未学过治国之策。若是太子继位，大理100年基业，只怕要断送于此。明码标价，买卖官爵，将一群胸无点墨的纨绔纳入朝堂，往小了说是贪财丧志，往大了说，杜大人这是想从内部瓦解，毁了我大理100年基业。我不知道。你们，朕竟养了一群有目无珠、目光短浅的酒囊饭袋。陛下，保重龙体。父皇，您看，为了让您高兴，儿臣让这满朝文武都同意了，您还有什么要求？
太子碌碌无为，毫无建树。那一周的瘟疫是谁带兵前往？是谁查出瘟疫之源？又是谁寻到治疗之法？你们一个个只会喊着弃城的时候，是谁有胆魄去救黎民百姓于危难之中？刘国为治，胸无大志。若非太子出治刘国，你们还能有命活到现在？高官厚禄、朱门酒肉，都将你们的脑子堵住了。就算萧兴恒的确做了1、2件事，可是那又如何？他除了会帮助宁出西和宁王府，哪里比得上我？父皇，如今境况，可由不得你说不了。你，陛下保重龙体，保重龙体啊！皇城内虽没有几万精兵，但也有数千羽林军。萧旭，你哪来的底气说出这种话？羽林军，萧兴恒，你不若试试，看看如今的羽林军究竟听谁的差遣。萧旭，你好大的胆子！想不到朕多年的教导，竟养出你个野心勃勃、大逆不道的白眼狼！父皇，儿臣这不叫野心勃勃，这叫雄心壮志。生在帝王之家，谁不想登上那个至高无上的位置？儿臣不过是比有些沽名钓誉的人更加坦诚，将这份雄心摆在明面上罢了。萧兴恒，你那是什么眼神？你有什么可傲气的？我从小长于父皇身侧，受太傅教导，学治国理政之策，习济世为民之理。而你呢？你在干什么？你在刘国卑躬屈膝，仰人鼻息，艰难求生，过得连狗都不如。萧兴恒，你一个为治归国、徒有其表的太子，凭什么与我争？就凭他的心胸和气度，凭他行事磊落光明，凭他临危受命带兵救益州，他就比你更当得起这大理君主。父皇，如今惹怒儿臣，可不是明智之举。如今皇城内外皆是我的人，只待儿臣一声令下。父皇，您是想儿臣兵不血刃的继位，还是想血流成河的夺权？孽障！父皇与皇兄这般仁心爱民，定不忍牵连宫内众多士兵与宫人的性命，不忍百姓流离受苦吧？是吗，萧旭？那你大可试试，一声令下之后，你还有没有那个命，活到你继承大统的那天？萧兴恒，我知道你不怕死，可是宁初夕呢？他怕死吗？你这么在意他，怎么就不知道把他藏好一些？你说，他死的时候，会不会恨你？恨你以爱之名，将他卷入这场纷争之中？皇兄，着急了，心疼了。不如这样吧，臣弟与皇兄做笔交易，倘若皇兄能劝父皇拟下诏书禅位于我，臣弟保证，定将宁初夕完好无损地还给你，让你们双宿双飞，如何？
参见陛下。殿下，郡主今日突来兴致，便在威园设宴，邀请群臣的家眷，共赏威园盛景。因您一早出府，未能提前与您商议，擅自借用，特让属下来告知您一声。无妨。本宫的威园，就是他的威园。他想什么时候用，想怎么用，随他心意。是。除此之外，郡主还让属下给各位大人带句话。今日，若萧星河没有毫发无伤地出现在威园接我回家，那么整座威园的人都会与我一起为萧星河陪葬。这什么？这郡主怎可如此做呀？是啊，这报！宁王带领5万精兵逼向皇城。你说什么？再说一遍！宁王带领5万精兵逼向皇城。滚！这不可能！这绝不可能！哎呀，这不是说宁王的兵还在关外吗？怎么这么快回来了？将这个逆子给朕打入地牢，听候发落。退朝！这可如何是好啊？各位大人，你们可要想清楚，威园里还有各位大人的母亲、夫人、女儿，在威园等着你们去接他们。尔等宵小，勿以强权逼迫我等就范。天理昭昭，真相总有一日会大白天下，吾愿以死明志。这，哎呀，还有气。既然他有如此心愿，那本宫就替他了了。史官也不用记其死谏，只记其乃叛军同党，冥顽不化，今日死于乾元殿，理由是伏诛即可。太子如今行事果决，手段毒辣，再也不是那个温文尔雅的太子殿下了。朕知道，你心里边一直恨朕。虽然你嘴上从来没有说过什么。自从母后走后，儿臣心里就不知道什么是恨了。朕已经拟诏将皇位传于你，但是朕希望你留你三弟一条命。他犯的可是谋逆之罪，可他毕竟是你的亲弟弟呀。父皇还是好好休息吧。三皇子萧绪现赤夺其亲王位，贬为庶人，流放冀州，终生不得回京。希儿，希儿，只是一眼，于是人间，山海万千，不再鲜艳。我们
其实，在他们第一次有谋反之心的时候，我就知道，只是我一直在放任他们的联系。你会不会觉得我这样很坏，很自私？是挺坏的。那你会讨厌我吗？不会，我还挺喜欢的。萧星河，你很好，自私也好，狠毒也罢，都是为了将幕后危害家国安宁之人一网打尽。你保护了你的父亲、你的妻子、你的子民，是无私，更是大爱。所以，不要怕。萧旭今日就将流放益州，且终身不得回京。如果我是你，我将从这深宫中永远的离开。旭哥哥，玉儿来了。玉儿会和旭哥哥一起，不会让你孤单的。我昨夜做了一个梦。梦？我梦见我与宁除夕订了婚，鸳鸯闭合，举案齐眉，执子之手，与子偕老。宁除夕仍旧爱我如痴，而我借助宁王府的势力，仅仅用3年时间，便蚕食了部分北疆士兵。3年之后，在我的安排下，萧敬恒在秋猎之后不久，兵符交给你，也生重不治。日后好好爱护西儿。我在宁王的支持下，终于顺利登上了太子之位。再后来，我为了迎娶我最心爱的人，也为了除掉早已对我无用，却时时压制我的宁王府，我默许你诬陷宁除夕与侍卫私通，放任其被毒杀。果然，只要是旭儿送的酒，你永远都不会怀疑。叶幕，救我！旭儿，为何要这么想不开啊？你为何要服毒自尽啊？只要你肯听从于我，这后位早晚都是你的。你为何要这么心急，做出这种傻事啊？不过今天，就算你死在这儿，也不会有人看见的。宁除夕死后，宁王造反，我以谋逆叛国之名将宁王斩于马下。在此后，又除掉了处处与我作对的萧汉之后，我终于顺利登上了皇位。吾皇万岁万岁万岁！封了我心爱之人为后，是不是很疯狂？是不是？太真实，真实到让我觉得这就是我的一生，这本该就是属于我的一生。
可是，为什么会变成如今这样？为什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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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？滚开！执子之手，与子偕老。原本这一切都该是我的，怎么会变成如今这样？是不是你？我知道为什么了。如果不是你从中作梗，如果不是你迷惑了我，宁初曦照样会嫁给我。这梦中的一切，就都还是真的。怪你，都怪你！是我对不起，是我对不起。你真的爱过我吗？或许爱过吧。你能不能最后抱抱我？青色起，镜中人不曾知迷。问风月，一滴泪眼照眉宇。于是有着你，相思不可及，像是一场梦不留痕迹。别故人，如遥可曾见君心。往来生，任沧海浮萍潮汐。青丝落入故里，弹针指一句。天涯若追寻，久别意难平。是非结果是自问中的心，凉薄了记忆，何必为无情之人掏心要是无意。居然青梅是梦中的光景，大梦中回忆，秋风起，风烟落秋意。好，多吃蟹棒。真好吃。慢点吃。
知道了，我又不是小孩子了。是啊，您多吃点，多吃点儿。要不我给你剥点虾吧。我的希儿终于找到好的归宿了。母亲，你就少操点心吧，儿孙自有儿孙福。大哥，太子这个女婿，您可还满意？我这个女婿文武双全，温文尔雅，希儿嫁给他是修了几辈子的福气了。是。希儿，你可要好好珍惜天定的缘分呐。来，我们干了此杯吧。来，干杯！干杯！干杯！那可不般配着呢。吃菜，吃菜。你尝尝这个，尝尝这个。真好吃。太子殿下现在应该日理万机，怎么会有这种闲情雅致，做这种细枝末微的事儿？与希儿有关的一切事情，对我而言，都不是微末小事，我自然也要亲力亲为。我知道啦。哎呦，我宁王府都买不起一个新碟子装调料了，让太子殿下亲自的给我女儿挑香菜呀。行了，你又舍不得女儿了是吧？母亲呐，你不知道希儿在外面这3年我是怎么过的呀？你怎么过的？靠内耗过的呀。你呀，这么累，干嘛去啊？别去了，吃点吧。行，喝酒，坐着吃。来，我敬你一个，干杯！为什么我觉得今晚有点不真实？喝多了吧你啊？应该没醉，毕竟我现在怀里抱的是真实的。萧星航。我会是你的最佳听众。我已经找到了属于我的星星了。只是一眼，于世人间，山海万千，不再鲜艳。我们在不知不觉间，系上了红线，时间的线一起直面，花落之前再爱一遍，想化作风和这一生我们只
纸短情长。即便看过一切的